2008年1月19日，在东北发生了一件让人胆丧魂惊的案件。一所高校的女生宿舍门前的空地上，出现了一个雪人。然而在这个雪人身上却有人体四肢和头颅。案件发生后成为了当地人的梦魇。一个人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心理，才会做出这么惨不忍睹的事情？很多悬疑小说和电视剧里都会出现分尸、藏尸、烹尸等剧情，很难想象这样的情节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中。在《十宗罪》中就讲述了肢体雪人的故事。在高校门口发现了一个雪人，它是由人类肢体拼接而成。警方很快就对这起惨绝人寰的案件进行调查，最后发现凶手是一个骨瘦如柴的乞丐。幺妹活泥娃因为无家可归，在寒冷的东北沿街乞讨。一辆汽车突然冲了过来，直接将幺妹撞倒。等泥娃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幺妹的身体和头颅已经分家，然而他只看见了头颅。车主下来后看到这样的惨状，丝毫没有忏悔，然而理直气壮地问泥娃要赔多少。泥娃听到后直接崩溃，他无助地喊着不要钱只要人。其中一个女生满脸嫌弃，人都已经死了，难道还要我们把他的肢体接上了？随后又在纸条上写上了电话和地址，说让泥娃想清楚之后找他要钱。等这群女生走后，泥娃开始寻找幺妹的身体。由于是深夜，光线很暗，又下着大雪，所以一直都没有找到。直到有人报案称在河沟里发现了无头尸体，这件事情让泥娃很是愤怒。那几个女生竟然想要用钱来摆平这件事情，难道用钱可以买来重生呢？于是他带着愤怒和一把斧头，目的明确地前往309宿舍，将4名女生全部杀害并带走分尸。为了当幺妹有一个完整的身体，他将4名女生的肢体拼接在幺妹的头颅上，堆成了雪人。原本警方对这起案件没有任何头绪，直到后来目击证人小妖的出现，才将这起案件破解。小妖是一名小偷，他经常假装自己梦游偷东西。一天，他正在偷东西的时候，听到309宿舍的动静，甚至看到了凶手。但是由于太害怕，再加上如果选择去求救的话，他梦游偷东西的事情就会被发现，因此小妖在他人和自己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。如果他及时呼救，那4名女生将会有不一样的结局。如今他之所以站出来指认，也完全是为了悬赏金。好在经过他的讲述后，警方很快就找到了泥娃。泥娃对自己的作案经过供认不讳，并且表示愿意接受法律制裁。在看到这样的故事时，很多人都会庆幸还好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事情。然而每一个这样的故事都会有一个原型。十宗罪肢体雪人的原型就是真实发生在东北的案件。直到现在，这名凶手仍然逍遥法外，这起案件至今成为了一起悬案。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雪人，而是用5个女孩不同的肢体拼凑而成的雪人。通常出现在电视剧和小说的情节，竟然发生在了现实生活当中，这怎么能不让人胆寒？2018年1月19日，天空中下着鹅毛大雪，为了让方便通行，宿管阿姨经常会把门口的积雪铲掉，这天也不例外。然而在她铲到一半的时候，却发现不远处站着一个人，这让宿管阿姨感到很是奇怪。明明学校因为大雪停课了，怎么还会有人出现在宿舍门口呢？于是他揉了揉眼睛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和人差不多高的雪人。一开始宿管阿姨并没有在意，以为是学生在放假前堆的雪人，但是随着他离雪人越来越近，却发现这个和人一般高的雪人不对劲，头上甚至能依稀看到头发。好奇心驱使宿管阿姨越走越近，走到雪人面前的时候，被眼前的景象吓得瘫软在地。这哪里是一个雪人，分明就是一个人的头颅。等他缓过神来之后，急忙跑到保卫科寻求帮助。由于太过害怕，宿管阿姨只能颤颤巍巍地指着远处的雪人。警卫顺着宿管阿姨指的地方看过去，那一幕虽然很是瘆人，但他依旧保持冷静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
身经百战的警方赶到现场，看到那个雪人也是背脊发凉。随后，他们在这个雪人身上取下了4肢和一个女性头颅，并立即将这些残肢送去尸检。结果发生了更可怕的事情，4肢和头颅分别来自5个人，这让警方倒吸一口凉气。尸检报告意味着有5个人同时遇害。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得知校内女生宿舍309失踪了4名学生。很快，警方就对残肢和4名学生的 DNA 进行比对，发现这4名学生就是残肢的主人。可是他们的身体呢？为了寻找事情的原委，警方来到学校想要调取监控，结果发现当天的监控正好不见了，而且因为大雪，犯罪现场早就被雪淹没了。况且宿管阿姨还对地面进行了清扫，因此没有留下一个脚印。警方因此对这起案件毫无头绪，只能对4名女生的人际关系进行调查。结果发现她们平时十分低调，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冲突，排除了仇杀的可能。随后了解到这4名女生当中，有一个家境较好，加上宿舍被翻得乱七八糟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一洗而空。难道说凶手是为钱杀人吗？可是他为什么要肢解呢？这样的作案手法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。由于案件过于骇人，因此人们很长一段时间都生活在恐慌当中。更让人惊悚的是，警方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关于凶手的任何线索，因此让东北肢体血人案成为了一起悬案。2008年1月19日，东北某高校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。女生宿舍门外的空地上矗立着一个和人差不多高的雪人，走近一看，却发现这是由人体4肢和头颅拼接起来的，并且来自5个人的身体。如今距离肢体血人案件已经过去15年，不过真相总会有水漏石出的一天，这起案件当然也不例外。故意杀人的行为十分恶劣，严重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权利。一旦凶手被抓到，肯定会依法处置。但是这么凶残的人，却藏匿在人群中15年之久，对于社会来说，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危险。然而，对于这件事情的真实性，很多人都提出来了疑虑。网络上对于肢体血人案各说纷纭，有些人认为这就是被杜撰的故事，有些人认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发生了这样惨不忍睹的案件。事实上，和肢体血人案件类似的真实事迹确实存在，不过内容并没有这么骇人。大家都知道，东北的冬天室外都十分寒冷，那个年代流浪汉很多。据说有一个醉酒的流浪汉倒在了大学门口的街道上，结果一夜之间被活活冻死，并且当时还下了很大的雪。第二天，当地保洁清扫街道的时候，正好发现了已经被冻成雪人的尸体。经过警方调查后，确定这是一起意外事件，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。可是在08年的时候，天涯论坛正处于火爆时期，因此很多写手和读者都会在这个论坛上进行交流。有人了解到雪人案件后，便对这起事件进行了加工，成为了骇人听闻的肢解雪人案。后来这个故事越传越广，以至于让人分不清真假。不过不管肢体血人案是真是假，生命只有一次，任何随意践踏他人生命的行为都是非常恶劣的，因此法律可能不会坐视不管，还受害者一个公道。